我是已成废人的修炼天才，却娶了一个植物人为妻，想着二人同病相怜，于是我便亲了她一口。可我不知道的是，她却认为我已有取死之道。你这等狗屎！等本尊苏醒，第一个就把你剁碎了喂狗！只因我曾是统御9界的女魔尊，却在镇魔大战时惨遭背刺。洛青离，真以为成就尊境，我等就奈何不了你了吗？诸位道友为何还不出手？他若正道真仙，这天下必然生灵涂炭。哼，这就是所谓的名门正派。这些年，尔等伤天害理的事情还做得少了，屠戮村子，奴役凡人，尔等却还反过来说本尊祸害生灵。尔等所行之事，连我们魔道都为之不耻。狡辩！各位勿要听得此妖妇妖言惑众。我等36准尊联手，若你还识相，乖乖投降，也许还能留你全尸。是吗？我倒觉得此地便是尔等葬身之处。猖狂！若不是仆从拼死相活，我此刻已然陨落。那一战让我神识被封，唯有灵魂还留在这副植物人躯体之中，身旁的一切我都能感受，却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。如今更是被嫁给了一介废物，本尊堂堂魔尊，又怎能忍受这等屈辱？连求死都做不到，这废物还对本尊动手动脚！原来我穿越后却沦为废人，每日只能在外宗扫地打杂。可一日我回到自己山下的破茅屋，却发现自己的床上躺着个绝美女子。哪来的女人，还赶我床上了？真没气了！他什么时候出现的？虽说我已成废人，但感知绝不可能如此迟钝。此人修为定是不低。前辈饶命，晚辈只是个扫地的，与世无争啊！撒谎！说谁派你来的？怎敢暗算本座尊上？尊上！混蛋！你的手在摸哪里？不对，尊上大人怎么面色泛起红润了？神识被封的躯壳竟会因这废而产生反应？难道这小子就是那传说中的因果之人？那青衣女子绝美的脸上沾着血污，衣衫遍布暗红，伤口深可见骨，不知道究竟经历了怎样惨烈的战斗。敢问前辈，这位姑娘究竟是什么人？你又为何带她来我这破茅屋？这家伙气息微弱的跟凡人无异，还是杀了算了，留着是个隐患。那些魔道叛徒，该死！他们定然很快就会循着气息追杀到此。可我这副模样，恐怕早已无再战之力。这气毒入髓，我恐怕时日无多了。我若待在此处，反而会暴露尊上的位置。可我若是走了，尊上怎么办？尊上大人，小玉无缘再侍奉您，请原谅小玉的自作主张。小贝，你要老婆不要？啥？这女子上一秒还要砍我，下一秒就问我要不要老婆，何意味啊？你不答应试试？前辈，您这是？床上躺的是我妹妹青离，我有要事在身，结束之后自会回来。这段时间我将她托付于你，若外人问起，你便称她为你妻子即可。另外，交出你的魂玺。若你有二心弃他而去，或敢轻薄于他，便如此方。明白，晚辈一定好生照顾。怎么穿越修仙界还要包办婚姻？娘子还是个植物人。可那时的我还不知道，少女虽看着和植物人无异，识海中却保持着清醒。小玉，你跟本尊回来，别丢下本尊一个人！还有你这个废物，毫无修为和灵气，也配嫌弃上本尊？反正我都已经是废人了，倒不如随遇而安。那神秘女子实力深不可测，说不定完成她的任务还能在修仙界苟活下去。何况照顾一介植物人小妮子，对我倒也不是难事。我靠，什么情况？这小妮子看来是饿了。娘子，你等着啊，我去给你煮粥。本尊已经辟谷几千年了，本尊不饿，本尊是被你气出来的伪孙。娘子，你这嘴巴不张开，我怎么喂你？别急，慢慢来。
错不错，吃的挺干净。娘子你放心，虽然我现在是个废物，但做饭这事儿我还是拿手的。真是虎落平阳飞泉起，老子可是九幽魔尊！从前本尊喝的是九转灵参汤，吃的是万年蟠桃宴，如今竟落得被一个废物喂粥的下场。行了，今天就这样，明天给你换个花样，煮点别的。随便你。得，今晚我睡地上吧。系统，死出来！九州系统为您服务，请问您需要什么？你把我的修为和灵力全扣了，现在倒好，连个像样的房子都修不了。我新婚之夜睡稻草，你做个人吧你！宿主，系统觉醒需要消耗大量修为和灵力，这是必要的启动成本。不过系统可以为宿主提供借贷修为服务哦。考虑到宿主信用值较低，只需要一个担保人就可以了。我信用值低还不是你搞的？唉，穿越前我好歹是个普通上班族，虽然穷，但至少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。现在倒好，穿越到修仙世界，修为没了，还欠一屁股债，身边还躺着一个植物人娘子。哼，地上多冷啊！不，本尊才不关心他冷不冷，冻死他活该！哼，娘子早呀。谁是你娘子？叫本尊全名洛清离。今天我得去宗门扫地了，你一个人在家待着啊，别乱跑。本尊想跑都跑不了！你这个废物是不是故意气本尊的？中午回来我给你做饭。本尊早就辟谷啦！然而他只能在内心里不断哼唧，毕竟他现在只是个植物人。青云宗坐落在青云山脉的主峰之上，分外门、内门、核心3层。我住的茅草屋在后山脚下，离宗门核心区域有段距离，平日里根本没人会到访这荒郊野岭，这倒方便了我藏人。林墨寒，你迟到了。哎，这杂役堂的管事修为不过炼气，说话咋这么嚣张？嘘，你不知道吧？这徐福修为虽低，但架不住人家有个当内门长老的表叔。怪不得，小声点，可别被他听到了，到时候有你好果子吃。徐管事，我就吃了1刻钟。1刻钟？你以为你还是以前那个20结营的田娇？今天去把内门广场扫3遍，扫不完不准吃饭。穿越过来后，这种事我早已习惯。原主本是青云宗100年难遇的天骄，元婴期的修为剑道惊人，如今修为尽废，连凡人都不如。原来是这个狗系统，一边苏醒，一边克扣我身体里为数不多的修为和灵力，到最后我甚至还欠这个坑货系统1000万的灵力。哎，那不是林师兄吗？当初的天骄，现在沦落到扫地了。听说他修为全废了，连炼气1层都没有，比外门弟子还不如。林师弟，圣女，晋升晋升，你不要命了？师姐，还没吃早饭吗？灵米粥和几样小菜，你趁热吃，对你恢复修为有帮助。师姐，你不用每次都吃。谢谢师姐。师弟，你最近还好吗？挺好的，就是扫地扫的胳膊有点酸。我是说，没什么，你照顾好自己。圣女对这个废物也太好了吧？听说当初林墨痕就是为了救圣女才废的，圣女心里过意不去呗。可惜了，圣女那样的人物，偏偏对一个废物这么上心。换我可不要，这废物吃软饭都不够格。师姐，你不必如此。娘子，我回来了。又来了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本尊被封印，居然身体还会产生饥饿感。明明已经渡古几千年了，奇怪。今天给你做个蛋花粥，我在山上捡了2个鸟蛋，也不知道是什么鸟的，反正能吃。混蛋！本尊以前吃的是千年灵果、万年灵叶，你现在给本尊吃野鸟蛋！哦，对了，我还弄了点野菜，焯水之后拌一下，应该还行。野菜？本尊上一次吃野菜还是几千年前刚入魔道的时候，这废物是要把本尊折磨死啊！来，长
张嘴。哎，真乖。谁乖了？本尊只是不想被呛死而已。再来一口。最后一口了，吃完了。怎么就没了？本尊才不是没吃饱，本尊只是觉得这碗有点小。可不能让娘子饿坏了。等着，我再去煮一碗。随你。你这皮肤是真好，又白又嫩的，以前肯定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吧？不过你这身体也太弱了，得想办法给你补补。本尊是魔尊，你们这些破宗门，本尊一个响指就得覆灭。明天我看看山上有没有什么药草。你一个连灵职都认不清的废物，可别把本尊毒死了。好啦，我下午还要去扫地，晚上给你做肉吃。我看后山有野兔。野兔？本尊才不是馋了呢，本尊只是需要恢复灵力。是的，就是这样。真是该死！这千幻无情道的反噬，每隔几个时辰就发作一次。尊上，这千幻无情道的反噬，九死一生，唯一解法便是那因果之人的真情。可我们根本来不及寻找，也不知道那人在哪里。别管我了，玉儿也敌不过他们。尊上对小玉有再造之恩，今日小玉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绝不会与那些贼寇妥协。因果之人，这个废物，一个连炼气1层都没有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是本尊的因果之人？但不得不承认，在这个废物接触本尊之后，反噬道确实减轻了一些。这小子果然有点古怪。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，我每天的生活很简单，去宗门扫地，做饭喂洛清离，然后打地铺睡觉。不过我那植物人娘子的身体似乎在慢慢好转。本尊才不稀罕你那个破灵芝，但是炖的时候多放点水，本尊不喜欢太浓的。在我看来，洛清离就是一个安安静静的植物人，偶尔嘴角会动一下，但大多数时候就像一个精致的人偶。娘子，今天天气不错，我把你抱出去晒晒太阳吧。你敢？我万一被人看到怎么办？娘子，你也太轻了，得多吃点儿。登徒子，快放开本尊！这里看起来不错。完事儿，你看清离，这里风景多好。我好像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晒过太阳了，我也早就忘记了，原来阳光的温度如此温暖。娘子，今天我给你讲个不一样的故事吧。又来。曾经有个天才，年纪轻轻已经元婴，剑道惊人。只是后来啊，天才陨落，修为和灵力全部被废，就连原先有婚约的未婚妻都来当众退婚。叶宗主远道而来，有失远迎。秦宗主客气，今日前来是有一事相商。何事？退婚。叶少宗主，这婚约可是3代前定下的。3代前定下的是2宗天骄的联姻，而非让我嫁给一个废物。名震青云的天骄，如今就这副模样。我光是从天南赶到天北，路过的尘土都比你身上的灵气多。人有浮沉吗？浮沉？你这叫再无出头之日。从今往后，我叶恨烟与你再无半点瓜葛。可怜啊，当众退婚也不算可怜，他确实配不上人家了，废物一个，凭什么娶云岚宗少宗主？行，退就退吧。这废物不应该苦苦哀求，颜面尽失，让我居高临下嘲笑几句吗？你就没什么要说的？说什么？少宗主说的对，我现在确实配不上你，退婚合情合理，我没意见。不过，少宗主既然来了，我倒有一言赠：今日你退了这门婚，3年后同一天，我会亲自登门云岚宗。借比试你修为若在我之上，我自然无话可说；但若我在你之上，你一个连灵气都没有的废物，3年后想超过我？我现在可是金丹后期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那少宗主更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好，3年之约我应了。到时候你若做不到，就当着天下人的面自断经脉，永世不得入此道途。那若我做到了呢？若你做到，我叶恨烟甘愿为奴为婢。什么人？师姐，你来退婚，我不拦你，但当众侮辱我青云宗的弟子，你还没有那个资格。陆圣女，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？他难道不是废物？他是不是废物，还轮不到你定论。元婴期竟
年轻就元婴。我只说一句，林师弟，还轮不到你来羞辱。今日各宗祖师在上，你若不服，便接我3剑；你若还能站立，我陆雪烟便自废修为。圣女居然为了这个废物，她疯了吧？师姐，不用如此。闭嘴！圣女，此乃我与墨痕私事，您如此行事，未免也太护短些吧？我护短？他是我青云宗弟子，是我师弟，他为了救我才失去修为。我若不护他，谁护他？而且，就算叶少宗主想要这门婚事，我陆雪烟也未必愿意让给你。圣女，他这是对那个废物小子。陆雪烟，你够了！叶少宗主，今日之事到此为止。雪烟，你先回去。师姐，刚才那些话，你不必当真。那些话我没有开玩笑。师弟，你为救我才变成这样，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还不清。如果你师姐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不能让你因为愧疚就把自己搭进来。你是青云宗圣女，是宗门的未来，前途无量，不该跟我一个废人绑在一起。那你呢？在这青云宗，你怎么办？我有手有脚的，饿不死。你就是这样，什么事都自己扛。习惯了，3年之约不过随口一说，你别太当真。我信你。3年后你一定能做到。谢谢师姐。傻瓜。天色已晚，该休息了。娘子，我抱你回去休息吧。晚安，青离。好痛，这种感觉又来了，该死的反噬！千幻无情道本是我的本源大道，修炼到极致，可斩天地道域。我曾与无情入道，经历自己分身的千世繁星，只差最后一道。可为了对付那些叛徒，我只能强行逆转经脉，以求最后一道。失败的代价便是反噬，一旦反噬，体内的灵力就会化为无数把利刃，从内部撕裂经脉，摧残神魂。小玉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这次比以往更痛，本尊撑不住了。娘子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凉？别怕，我在呢。又是这样，为什么他一碰本尊反噬就消？就连封印好像都松动了。难道他真的是因果之人？哼，暂时让你窝着。娘子，你是不是变香了？你凑这么近干什么？闻起来像梅花。是本尊修炼千幻无情道留下的体香。对了，今天给你做个好的，我在山上发现了一种灵果，虽然品阶不高，但做成果羹应该不错。来，尝尝。娘子，你动了。算了，可能是我眼花。唉，不过这果羹味道应该还不错吧？我还特意多加了点糖。哼，还行吧，但是比本尊以前吃的差远了。今天徐福那家伙又找我麻烦，这次他还带了几个外门弟子一起。你又被欺负了，你就不能打回去？哦，对，你是废物，打不过活该。谁让你修为废了？他让我给他洗衣服，说什么以我现在的身份能给他洗衣服是我的荣幸。这种蝼蚁，本尊一个眼神就让他灰飞烟灭。区练气期，还敢欺负本尊的男人？等等，本尊在想什么？什么本尊的男人？我说可以啊，一件衣服10个铜板。哈，让本尊喜欢。结果师姐路过，一个眼神就把他吓跑了。又是那个白衣女人。师姐人真的好，每天给我送饭。要不是她，我这3个月不知道怎么过。那你去跟她过啊，本尊可没求你照顾。明明这废物毫无修为，本尊堂堂魔尊，为什么会在意他说另一个女人好？一定是因为他是本尊的人，却天天念别的女人，绝对是这样，绝对。墨痕师弟，你还在屋里吗？坏了，师姐从来没进过我屋，今天怎么直接来了？我屋里有个绝色女人躺在床上，这怎么解释？师姐，你等一下，我换个衣服。又不是姑娘家，换什么衣服？墨痕，你床上这个女人是谁？师姐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是我失散多年的妹妹。妹妹？对，亲妹妹，前些日子才寻到我这儿，她身体不好，一直昏迷。死渣男！妹妹，你管本尊叫妹妹？本尊千年魔尊，活了你几十辈子，你叫本尊妹妹？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混账话？你妹妹长得跟你一点都不像。随我母亲。你母亲？你家不是只有你一个孩子？同母异父。师姐，真的是我妹妹，希望你能保密。她现在这状态，被人发现会出事。好，你照顾好她，有什么需要跟我说。多谢师姐。还有那白衣女人，一会儿送这送那，到底什么意思？
最可恶的是你，明明都和本尊成婚了，居然在别的女人面前说本尊是你妹妹，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春去秋来，不知不觉，我已经照顾洛清离快2年了，她的身体也在慢慢的好转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她会醒过来的。不可能，反噬怎么会减轻这么多？小玉说过，只有因果之人的真情才能解开反噬。可这个废物，他对本尊是真情。娘子，你说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怎么就成了植物人呢？要是你能醒过来就好了。本尊也想醒过来啊！你以为本尊喜欢躺着不动吗？不过说真的，这2年下来，我已经习惯了有你在身边。每天扫完地回来，看到你在这儿，心里就踏实。哪怕你什么都不能做，就这么躺着，我也谢谢你陪着我。反正就是，在我来这个世界之前，我在另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没有修仙者，也没有灵力，所有人都是普通人。那个地方叫地球，有一种东西叫手机，可以跟千里之外的人说话；还有一种东西叫飞机，能在天上飞，但不是靠灵力，是靠一种叫发动机的东西。不用灵力就能飞天，净胡说八道。还有一种东西叫互联网，所有人的信息都连在一起，你想知道什么，一搜就有。这不就是万灵镇的低配版吗？那是我待的地方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到了这里，变成了青云宗的弟子。不过有点意思的是，蓝星的我也叫李墨痕，不过来都来了，总得接着过下去。原来他来自另一个世界，难怪他跟那些修仙者完全不一样，没有修仙者的傲气，没有算计，甚至没有基本常识。他只是一个普通凡人，每天扫地做饭。本尊到底欠了什么债？怎么摊上了这么个家伙？师弟，开门。师姐又来了。桃花酥、新衣裳拿着。师姐，你别总啰嗦。行了。师姐，没事，下次见。2年了，墨痕。守一个不会醒的人，值得。自家的亲妹妹嘛，哪有什么值不值得？这么大血你还来？给他，也给你。我怕的不是他醒不过来，我怕的是他真的醒了。靠着系统的帮助，我的修为也在慢慢恢复，至少是把先前激活系统的灵力补上了。可那时的我还读不懂师姐眼里的复杂。师弟，我这次去远古遗迹历练，可能要一段时间才回来。师姐注意安全。遗迹里可能会有好东西，如果我能找到修复道根。师姐不用为了我去冒险。我知道，但我想做。在遗迹里，我与圣灵宗的弟子因为这块天心石大打出手，连续伤了数十名圣灵宗的元婴修士。我最终抢到了宝物，但也把圣灵宗得罪了个彻底。天心石蕴含先天灵力，能修复你崩溃的道根，你且收好。师姐，你不该为了我，你跟圣灵宗……他们自称正道，做的事比魔修还不如。你不用担心，咱们青云宗可不是好欺负的。多谢师姐，只要你好好的就行。陆雪烟，今日我必让你跪下来求我。几日前令高徒在遗迹中伤我圣灵宗数名弟子，夺我宗宝物，此事贵宗打算如何解释？遗迹中的宝物向来是能者得之，何来抢夺一说？能者得之，那我今天也来个能者得之。秦宗主，把陆雪烟和那块天心石交出来，我们立刻就走。怎么不愿意？那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。贼心不死，为了一块天心石，竟敢动这么大的阵仗。看来他真正想要的根本不是天心石。喂，你是青云宗的？我就一扫地的。那就是说你也是。我操！不讲武德！欺人太甚！找死！屋里还有洛清离，如果放任这些人冲进去，后果我不敢想。我说是谁呢？原来是以前名震中州的修行天才呀！蝼蚁就是蝼蚁。你是笨蛋吗？打不过难道还不会跑吗？因为我还在床上躺着，他不能跑，因为他要保护我。娘子，放心，我会带你出去的。跑啊！再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是你这只蝼蚁带着的女人太重，还是你这把废骨头实在是撑不住了？闭嘴！你这只蝼蚁倒是有几分武器。系统还有什么道具？那我要死了！丁，宿主当前借贷修为额度已不足以对抗元婴修士的修为，但本系统可免费提供一件道具——九魂雷劫斧，距离够近即可发动，但是爆炸所产生的威力，恐怕你也得灰飞烟灭。倒是人性化了一回，给我！
臭小子，你一定要挺住啊！给我破！该死，明明已经快冲破封印了，怎么会？娘子，看你如此有情，本座放你们一马。只要你能扛住威压，从我身边走过去，说话算数，只要距离够近。小子，我先送你一道百剑朝皇，看招！放心，娘子，我会回来的。来吧。那短短几十秒，我又想起了我刚见到他的那天。上午被退婚的我，下午就遇见了他。小玉将他蛮不讲理的推给我，没想到我就这样和他将就着，携手度过了这几年。这本就是我的第2次生命。虽然不知道你到底是谁，但我从未后悔。谢谢你，清离。这个距离已经够了。哼，蝼蚁还敢暗算本座，不自量力。如此一来，也免得说本座以大欺小了。墨痕，感动我的人都得死。你究竟是谁？本尊之名，尔等还不配知道。前辈饶命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饶命，饶命啊！是吗？那你们可以去死了，但在你死前，得让你清楚，本尊的丈夫可不是尔等能动的。死，这就是动他的下场。墨痕，你小子脸软软的，还挺好玩。醒了，娘子。不对，你怎么醒了？娘子，你怎么有2只狐狸耳朵？我这是死了吗？天天捏本尊脸的废物，怎么耳朵你不喜欢？还有，你叫谁娘子？谁许你叫的？之前不都这么叫吗？之前是之前，本尊沉睡着呢，你叫什么本尊管不了。现在本尊醒了，你再叫试试。那我叫你什么？叫主人。这不太合适吧？建国之后没有奴隶。什么是建国？什么是奴隶？本尊不管。你生是本尊的人，死是本尊的鬼。叫主人，天经地义。等等，你说我是你的人，什么意思？小玉让你娶本尊为妻，你忘了？我没忘，但你当时不是昏迷着吗？本尊虽然昏迷，但意识一直清醒。你做的每一件事，说的每一句话，本尊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包括你说这小脸软软的还挺好玩那句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你说虽然我这个娘子是个植物人，但是人家长得好看啊。还有你说植物人嘛，不运动不出汗，皮肤自然好。哼，行了，别在这儿杵着了。你师姐是不是在山上？对啊，师姐和宗主还在对付圣灵宗。知道了。等等，你是要去帮忙？帮忙？本尊为什么要帮正道的人？我师姐在上面，她可能有危险。你那个好师姐，师姐她是好意。好意？你觉得她是好意？本尊觉得他是觊觎本尊的男人。什么你的男人？所以本尊出手帮你救人，可以，但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救完人，你和本尊离开这里。去哪儿？去你家吗？本尊没有家，只是本尊还有未做的事。你还有我。哼，走吧。可恶，赵无极带来的人太多了，我们青云宗根本抵挡不住。陆雪烟，别挣扎了，乖乖跟我走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本少宗主向来怜香惜玉，只要你做了我的双修炉鼎，本少宗主就饶过这青云宗满门。做梦！哼，不识好歹。既然如此，谁？聒噪。魔修，
哪里来的小辈魔修？是天高地厚。这股气息是九幽魔尊洛清离呀，那个正道仙尊境界的魔尊，那个该死的狐狸精！洛清离，传说中的那个洛清离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不是早就死了吗？洛清离，洛清离这个名字在九州大陆如同一个禁忌。几年前的镇魔大战中，他被36准尊联手绞杀，据说就连尸骨都没能留下。可为何他现在就站在这里？为何又和他那么像？洛清离，你不是已经什么？各位道友不必惊慌，他在镇魔大战中受了重伤，修为肯定大不如前。我们这么多人，聒噪！不可能！你明明一指灭杀，我们这下都要完蛋了。传说中的九幽魔尊又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？无聊。喂，你说的那个师姐就是她？对啊。师弟，你怎么来了？这白衣女人长得倒是挺好看，怪不得废物天天念她。救了，满意了吧？走。原来本就是魔道主人，师姐对他这么好，他骗了我们所有人。该来的还是来了。师弟，她不是你的妹妹吗？师姐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，她不是我妹妹，她是我的妻子。妻子。恒儿，老头子明白正邪不两立，但还请这位尊上放我们青云宗一条生路吧。宗主放心，我妻魔尊他并无恶意，我和他二人就此离去。感谢师父这些年对我的照顾了。宗主，师弟他……雪烟，师弟，你当真要走？回不去了，师姐，对不起。那你以后怎么办？他是魔尊，那些正道不会放过你的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不行，我不让你走。师姐保重。林墨寒，你要是敢走……娘子，你等我一下。师姐，这2年你对我的好，我都记在心里。也许以后的路可能很难走，但我依旧会继续走下去。给你。林墨寒，你这辈子都不许忘了我。师姐，你答应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玉佩，贴身玉佩，你当着本尊的面送他贴身玉佩，是觉得本尊脾气好，还是觉得本尊的境界在你眼里不够看？尊上大人若是想要了我命，尽管拿去，可我送什么是我的事。师姐，娘子，闭嘴！本尊懒得跟你废话，废物跟上，不跟就别跟了。师弟，师姐，保重。你倒是跑挺快，那不是怕你生气吗？本尊很生气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你知道本尊昏迷了2年，每天听你叫本尊娘子，每天听你对着一个植物人嘘寒问暖，然后本尊好不容易醒了，你却当着本尊的面收别的女人的定情信物。那不是定情信物。玉佩，贴身玉佩不是定情信物是什么？你当本尊活了1000年不懂这些？师姐，她只是……你再提他一个字试试，把那个玉佩扔了。这不好吧？扔不扔？我收好还不行吗？不带出来。哼，但敢让本尊看到，就连你一起扔了。就这样，我和洛清离离开了青云宗，他的实力并未完全恢复，现在也不过练虚。一路上追逼不断。洛清离，吃我一招，正阳！叛徒，本宗派来取你首级。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只是路过，我现在就走。
这群蝼蚁，一个比一个烦。喂，娘子，咱能不能别动不动就灭宗啊？他们先动的手。也是，斩草除根嘛。娘子说的都对。嫌本尊杀太多了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仇家太多了，以后日子不好过。哼，怕什么？有本尊在，谁敢动你？好吧，你开心就好。本尊才不开心。对了，我们先去云岚宗一趟。去那儿做什么？敢侮辱我男人的人，本尊看这云岚宗也没必要存在。云岚宗地处九州大陆的最北边，倒是离青云宗的中州地界不远。托着洛清灵的福，我们二人很快就到了这宗门。你这废物还敢来我们云岚宗，是要履行你的3年之约吗？赤莲斩！哼，自作自受。后面和洛清离一起逃亡的日子，其实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苦。洛清离虽然嘴上凶巴巴的，但实际上，也确实挺凶的。但他的凶，却也看人。顺便的事情，要是你这小子死本尊这里，岂不是晦气？好，好，好，是晦气，是晦气。闲着无聊，就你最闲。唉，好饿。多出来了，不吃浪费。哎，谢谢娘子。哼，娘子叫尊上。洛清离。无礼，还敢叫本尊全名？洛清离大人。算了，你还是叫娘子吧。但苏醒后的洛清离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他的灵力在莫名其妙的不断流失。不对劲，反噬应该消除了，为什么灵力还在流失？可能是反噬还没完全消除吧。丁，九州系统提醒，宿主洛清离灵力持续流失，是因为他作为您的借贷修为担保人，您使用的所有灵力和修为都会从他的灵力中扣除担保部分。当前扣除比例为……闭嘴！好的，本系统暂时关闭语音播报功能，但宿主，这个问题终究是要面对的。目前您的总负债还有700万灵力，其中从担保人灵力中扣除的部分约占30%，建议宿主做好挨打的准备。知道这个问题终究无法逃避，可逃亡的这10年里，洛清离的修为灵力不降反升。我能察觉到自己的功法反噬随着相处时间越来越长，消除的越来越彻底。他说是因为功法自然恢复，但我知道是因为我们之间的真情在起作用。千换无情道的反噬需要因果之人的真情来化解，而我这个因果之人用2年多的照顾和陪伴，一点一点的化解了千年魔尊体内的致命反噬。这些年间，他的性格也在悄然变化。最开始他对我是废物、蝼蚁、本尊的仆人，后来变成了喂你那个人，再后来就变成了墨痕。他叫我名字的时候，语气跟以前完全不同。墨痕，你是不是又在偷看本尊？没有。哼，你的眼睛出卖了你。我就看了一眼。你说，我们以后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正魔2道都在追杀我们，我们总不能一直逃吧？你怕了？倒也不是怕，只是觉得现在的我护不住你。等本尊的修为彻底恢复，他们追不追的已经不重要了。那还要多久？不知道。谁让你碰我了？哦，你可以碰，但要先经过本尊的同意。好，那我可以碰你肩膀吗？随你。那洛清离怎么还活着？要怪只能怪尔等废物，连个被我重伤的女子都处理不干净。放肆！若非吾等相助，你一个区低阶准尊，又怎能夺此大位？莫非吾道友以为本座就成不了尊？你竟敢独吞魔尊道运碎片，那妖妇的法宝竟也在你手？是，又如何？够了，如今祸患已成，想必诸位来此处可不是为了争个是非吧？既然天玄老有开口，那在下也不便再说。但吾已感应到他的道运正在恢复，此次若再放任他离去，诸位怕是一个都无法善终。必须斩草除根！这10年间，无数修为高深的老怪纷纷出关，只为了彻底绞杀九幽魔尊。多少人万年修行，
赌的无非就是那一丝成尊的希望。可惜此方大陆本就灵气稀薄，而夺得洛青离身上完整的仙尊道运，正是他们的唯一捷径。于是正魔两道再度联手。我们在这躲不了多久，师姐给我用玉佩神魂传的讯息，九州大陆怕是又要大肆搜捕我们了。那白衣女人还在通风报信，娘子是给我们报警呢。少替她说话。都有谁？36准尊加9大圣地，还有一些北域皇朝的强者，外加你们魔道叛徒，再加上散修，其中光是炼虚大成以上的恐怕就有上千。我们打得过吗？他的修为虽然恢复了大半，但还没有到巅峰，加上灵力一直在莫名流失，状态并不完美。如此之多的势力，其中还有一堆的老怪物，众多强者搜捕，恐怕我们迟早要被挖出来。明天我们成婚啊！哼，你聋了？本尊说成婚。不是，你怎么突然？大战在即，生死未卜，本尊不想留遗憾。你说什么呢？什么生死未卜？本尊活了1000年，做的事比你吃的饭还多，该经历的都经历了，该看的都看了。本尊以为这辈子不会再对任何事动心，但你例外。青离，所以明天我们成婚，不管以后会怎样，至少本尊嫁过人了。好。没有大红花轿，没有10里红妆，也没有宾客满堂，一棵歪脖子树，一壶偷来的酒，2条系统给的红布条，这也叫婚服？条件有限，凑合一下。本尊堂堂魔尊，大婚就系个红布条？那你不穿？谁说不满意了？本尊只是陈述事实。真是个死傲娇。没有司仪，我自己来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。青离，以后请多指教。本尊指教你什么？指教你怎么活得久一点。也行。哼，凡人的酒不好，很辣，但洛青离一口气干了半壶。慢点儿。别管本尊。林墨痕，本尊有件事想问你，你当初为什么愿意照顾本尊？小玉拿剑逼你，但你完全可以等他走了之后，把本尊扔到路边，又或是把本尊交给那群正道领赏。以你的性子，不至于害怕一个已经离开的人。还有那句我从未后悔，又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你躺在那儿的时候，像极了一个需照顾的人。哼，本尊不需要。我知道你不需要，但我需要。你不知道一个穿越到异世界，修为全废，被所有人嘲笑的人有多孤独。照顾你的那段时间，是我在这个世界最安心的日子。回到家推开门，知道有个人在等我，哪怕他是个植物人，那种感觉很好。所以你不是因为本尊好看？那也有。你确实好看啊。林墨痕，还有一件事。完了，洛青离叫我林墨痕，这是要算账的节奏。你的灵力是怎么来的？这个嘛，之前在青云宗跟那些人对决的时候，你一个废物，怎么突然有了近乎元婴的修为？本尊虽然刚醒，但那不是你自己的灵力，本尊看得出来。说，你保证不打我？本尊什么都不保证。我穿越过来之后，觉醒了一个系统，就是一个意识体，寄生在我脑子里的，它能给我提供修为和灵力，但是要收利息。利息？问题是给我的修为和灵力需要担保人。所以你的担保人是你？混蛋！你拿本尊当你的担保人？娘子，你先听我解释。谁是娘子？本尊灵力一直在流失，就是因为你。是，但你听我说，本尊还以为是功法反噬，原来是你在吸本尊的灵力。你跟那些吸人精气的为人有什么区别？我没有主动吸，是系统自动扣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这不是怕挨揍吗？现在说了，本尊就不打你了。所以打也是打，不打也是打，不如现在告诉你。你怎么不等本尊死了再说？还有那个狗系统，给本尊出来！系统检测到担保人情绪波动异常，建议宿主立即逃跑。娘子，小气了吗？没有。那继续打。打你浪费灵力。其实系统扣的灵力不算多，你修为恢复的速度远超扣除的速度，所以你就心安理得了？没有，
我一直想找机会告诉你。你有2年的时间告诉本尊。那时候你是植物人，本尊意识是清醒的。可我不知道啊。你欠了多少？还有500万灵力。林墨痕，你这辈子都还不完。我知道。所以你打算怎么办？给你打工还债。行，从今天起，你是本尊的终生长工。遵命，老板。叫夫人。遵命，夫人。这一晚我们之间再也没有芥蒂。墨痕，本尊饿了，去做饭。娘子都是仙尊境界，哪还有吃饭的道理？让你做你就做，哪那么多废话？青离，我跟你讲个故事吧，也是关于这具身体原本的主人的。我通过林墨痕残留的一些记忆拼凑出了一些东西。他小时候并不是什么修仙世家的子弟，他就是一个普通村子里的孩子。早知道就不贪图那妖妇的法宝了。如此紧追，若非本座顿虚神通，恐怕难逃此劫。不好，这妖妇竟然给我种下了神魂烙印！快看呐，那是仙人！是仙人，真的是仙人！还请仙人赐福！一群蠢货！等等，为何此处竟会有天运气息？奇怪，为何神魂扫不出来？若能得此道运，说不定我还真能和那魔尊抗衡。天机道运应该就隐藏在这些人中，一群凡人罢了，杀了也就杀了。仙人，为什么？那被世人视为正道的仙人，却屠杀了整个村庄。直到洛青离的出现。该死，这妖妇怎么来得如此之快？魔头，你也不过准尊巅峰，若我师尊天玄子前来，你可担得起此责？不过是一不入门的法器，还你便是。聒噪！本尊修的乃无情之道，可苍生如此苦楚，凡人生命在他们手中如同草芥。那女子降于村子的时候，发现废墟里还有一个活着的小孩，瑟瑟发抖地躲在一具尸体下面。那个时候的他意识到，魔修不一定是恶人，而有些所谓的正道却是丧尽天良。那个小孩被路过的青云宗弟子救起，因为天赋出众，被收入宗门。再后来，他成了青云宗的天骄，20结英，前途无量。直到正魔大战，林墨痕为了救师姐身受重伤，掉落悬崖，然后我就穿过来了。那个扔下灵石的人，就是你吧？可我不知道，我究竟是不是真的林墨痕？虽然我和他名字相同，也总隐隐有种莫名的宿命，就好像那些事情是我亲自经历的一样。所以你和林墨痕之间有因果，你救了他一命，这份因果延续到了我身上。小玉当初发现我就是那个因果之人，所以才让我照顾你。而你的千幻无情道反噬，正需要因果之人来解，这样一切都说得通了。本尊不记得了，本尊活了几千年，做过的事太多了，遗传灵石，本尊真的不记得了。不记得也正常，对你来说可能只是随手善举，但对那个小孩来说，是活下去的全部希望。因果轮回，原来如此。这一晚，我们说了很多话，关于他的千年过往和我的前世今生，关于天魔宗，也关于地球，关于小玉的忠心，关于师姐的故事。而我们坦诚相待，没有秘密，没有芥蒂。这一夜，我们按照天魔宗秘法共同修炼，因为我们的真情交融，也让洛青灵的功法反噬彻底消除了最后的残留。而我在这10多年的修炼里，依靠着系统重新结英后，也达到了化神巅峰。魔尊大人，真是好久不见啊！老夫寻阁下如此之久，可魔尊大人这些年间可是从来都不赏脸呐。天玄子，本尊若是全盛时期，你可敢对本尊言得此话？莫千愁，本尊平日待你不薄啊，你又是何敢欺师灭祖？尊上此言差矣，
天机道运本就是世间之物，尊上如此独吞，岂不违背天道之理？如今各派合力，代表天道讨伐被盗者，此乃天意。师尊若束手就擒，交出道运，徒儿可保师尊一条生路。是为师当年看错你了，本尊今日唯有清理门户。少废话！若清你当年重创之后能活到现在，已经是奇迹。今日你插翅难逃。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那就开始吧。系统，把你能给我的道具全拿出来。九州系统应急模式启动，可用道具如下：12宫黄金圣衣、相位转移装甲、火王双龙炎烈拳、天翔龙闪、赤天赋7重圆环、仙道杀招、宋有风以及至尊借贷修为 Pro Max。大哥，你好像串台了。不过最后那个是什么东西？顾名思义，可对一定范围内的所有修士发起强制借贷修为，将他们的修为灵力作为担保物冻结，但使用条件是宿主必须暴露域外天魔身份。暴露了会怎样？系统身份一旦暴露，根据九州系统使用协议第372条，若宿主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偿还所有债务，将被天道规则强制抹杀。先不用这个。了解，祝宿主虎运昌隆。天妖符秘法，第一式森罗万象。洛青离，休要猖狂！老夫此旨开天，可蔽日你可接好了。天机旨，血煞天罡。果然还是有些麻烦。12宫黄金圣衣启动。此子不过区区化神，所使功法为何如此诡异？天翔龙闪，道具渐渐用尽，但这只是杯水车薪。洛青离虽强，同时对付数以万计的大能修士，再强也有极限。清理，动圆环。你让开！你受伤了，只是皮外伤，无妨。尊上，属下救驾来迟，还请尊上恕罪。小玉，你的修为，若非他们追杀，我又岂能破而后立？这10多年，我一直在渡劫，差点没回来。你这个傻丫头！尊上莫要担心，看小玉先让他们这些混蛋吃点苦头。师弟，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少废话！你以为我会眼睁睁看你去送死？可你是正道的人，我只知道我是你师姐。可是此处大能众多，可别小瞧你师姐。你师姐好歹也是天骄，祖师云游归来，给我了数件法宝，再加上我如今已是炼虚，就算对上渡劫，也能拼上一拼。可你的气息，你是用的丹药，强行提升了修为。可如此一来，师姐你不过是些许寿元罢了，不用你管。那些下面的散修交给我。洛青离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杀！为我宗死去的几千弟子报仇！丫头，区区初阶准尊也敢拦我？我的命是尊上给的，今日哪怕拼了这条命，也绝不让你进前一步。阁下已是强弩之末，还不束手就擒？想要本尊的命，那就来取。就算本尊身死，也不会让尔等好过。不行了，来我这边！就算你有那什么系统，瞧你气息也不过化神。不用，废物，快听话！我知道我是废物，但废物也有废物的用处。系统在使用至尊借贷修为 Pro Max。宿主确定要使用吗？使用后，宿主将被天道强制抹杀。我知道，洛青离。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，
你记住，我对你一直都是真心的，罗青灵，我爱你。你什么意思？启动。九州系统面向全体修士强制借贷修为程序启动。我的灵力，修为，我的修为在消失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已成功对全九州大陆修士发起强制借贷修为，所有修士的修为及灵力已作为宿主林墨痕的借贷修为担保物冻结。由于宿主信用评分为负数，担保物将持续冻结，直至债务清偿。那我欠多少？加上本次强制借贷修为的手续费、服务费、系统使用费，总计9999万亿灵力。发生了什么？丹田内灵力在流失，竟然连神魂都无法锁住，这是什么妖术？我的修为，我500年的修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经理，快带他们离开此方战场，只有你是原始担保人，不受影响。今日我倒也来体验一把仙尊之威。仙道杀招，万我！饶命！武当这是奉命行事啊！剑尊饶命！我5级圣殿愿为仙尊大人做牛做马。宿主身份已暴露，根据使用协议第372条，宿主需在1分钟内偿还全部债务，否则将被天道强制抹杀。1分钟还9990万亿灵力。宿主，你死后我也会消散，我们也要告别了。童子你，林墨痕，你刚才做了什么？你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？经理，林墨痕，你给本座说清楚。对不起，系统说用了那个东西，我就不能存在于这个世界了。不行，本尊不许！经理，不许走！喂，你不许走！千年魔尊杀伐果断，从不落泪，但此刻她却像一个最寻常的怕失去爱人的女子。你答应过本尊的菌菇汤、红烧野兔、蛋花粥、灵芝汤，你还没做呢。你说要做给本尊吃的，还有本尊还没穿过说的婚纱，还没去过你说的那个叫地球的地方。经理，我走后记得照顾好自己，我爱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这个结局？本尊说过，本尊这辈子不会再对任何事动心，可你偏偏让本尊那真幸福了你许多的心。熟悉的天花板，熟悉的床，熟悉的破出租屋，手机屏幕的日期，还是我离开的那天。伤口没有了，修为没有了，系统也没有了。这是我穿越前1周在农村菜市场捡到的小狐狸，那是他偷鸡被农户抓到，还被人打断了腿，我将他救下给他医治，到后来就赖在我家不走了。接下来的日子我该怎么形容呢？就是正常的生活，上班、下班、吃饭、睡觉，一切都跟穿越之前一模一样，但又完全不一样。哥们儿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你最近怎么了？跟丢了魂似的。没事，没事。经理说过想吃菌菇汤、红烧野兔，每天晚上我都会梦到那个世界。小夫人。可醒来之后，却发现什么都没有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渐渐接受了现实，那个世界可能再也回不去了。算了，就当
做了一场梦吧，一场很长、很真实、很舍不得醒来的梦。是洛清离，我又在做梦。你给本尊起来！再这样下去，你都颓废成什么样子了？我这下彻底清醒了，看着洛清羽那张近在咫尺的面庞，我没有任何表情，只是潸然泪下。莫痕，那句话你能再说一遍吗？我想听。洛清离，我爱你。你在干什么？做饭。你伺候了本尊这么久，本尊想着偶尔也可以做一次。你用灵火煮的？这个铁盒子里的火太小了，本尊加了一点点灵力催动。洛清离，这口锅200块钱。200块是啥？200块零食。这是电视，就是看里面的小人的故事，和修仙界的刘影石差不多。不用你解释，其实本尊认识这东西。你咋会知道？你管我？倒是你这个狗窝比茅草屋还破。这叫出租屋，每个月1500的房租。1500，又是多少零食？你能不能别什么都换算成零食？话说，你又是怎么找过来的？哼，本尊闲着无聊，顺便来看看你这个废物到底是死透了没有。死傲娇。好吧，本尊就告诉你。那日我顺着体内道运的指引找到了一处秘境，很奇怪的是，那秘境里居然有你的气息。然后我就在那石壁上看到了一处碑文，上面密密麻麻刻着文字，好像是什么玄天神雷、九幽梦道、灵间入凡、以正己道、以己为天、万古为一。为何如此远古秘境的碑文落款却是他？于是我碰了一下那个小狐狸石像，一阵眩晕过后，我就到了你们这个陌生的位面。只不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一只小狐狸，而且最开始的时候还快被饿死了，修为好像也被封印了。那时候本尊不过是打伤了一只鸡，没想到几个不怕死的凡人居然敢谋害本尊。然后呢，本尊就被你找到了。说起来还真是巧，虽然你样子变了点，但本尊一下子就闻出来了。但是本尊居然没法说话，你这个笨蛋，还天天把本尊关在客厅。娘子，我错了。但是1个月前，我好像感应到这方世界的天道对我的封印慢慢松动了，而且灵力也充沛了许多。你知不知道我昨天成功化形有多不容易？本尊可是费了老大劲儿。原来这就是因果吗？这不是穿越，也不是来生，原来是因为你想见我，所以我才采取了那里等你。吾此界之身，居然如此羸弱不堪，竟还为吾构建了一虚伪的蓝星。不用鬼鬼祟祟的了，出来。怎么样，不喜欢吗？此处洞府界又是出自你们哪位先帝的手？你算尽9天10域，难道还算不到这些？只是没想到西童居然变成了一个小狐狸，模样倒还挺可爱的。你未免对他也太好了些，逆天而行，甚至还妄想反转因果。妾身之言，你可是半点也听不进去。答应你的事情，吾自然不会食言。不过吾倒是疑惑，你的元生未灭，为何人人都写炼？我又怎能知晓？不过倒是有个奇怪的古诗，跟你此界之身一样，那人伴蝉鸣3声，祸尽3界，却唯独放不下一弱小鲛人。然后你履行你我的承诺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还得去寻一介凡人，一个不像凡人的凡人。凌霄界主，正是，他的化凡本源，吾要借之一用。那可惜，您要无功而返了。吾事怎知？此界幻梦，就随他2人去吧。光影宗主出关，我好像找到他了。曾幻想过永恒，可惜从没人陪我演。他醒了，吾当然知道，只是你觉得这一次咱俩谁能赌赢？天地大道，是梦非梦，你我何必非得争个输赢？汝说的有理，梦道即是真道，
就是不知这方即将溃散的诸天万界还能不能等到他回来。那你就得去亲自问他了。是疏远，只需出来的茂盛，却遮住。